俄军对哈市围而不攻，恐怕是有吸引来源、拒而歼之的意图。因为这个点太重要了，俄罗斯不会不战，不会不管。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鲍明说。这期话题说的是为什么俄罗斯在乌克兰刚占上风，美国就要求停火。最近一周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媒体忽然对乌克兰战争发出了和平的声音，他们渲染乌克兰军队处境困难，希望双方能够停下来谈判。这与前段时间的调谋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二战结束到现在，发生了多次局部战争。历史上美国人喊停火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美国支持的一方或者美国自己处于不利的形势，需要通过停火来缓口气，朝鲜战场上就是这样。另外一种就是外交辞令，表明一下态度而已。现在美国呼吁俄乌双方停火，符合第一种情况，也就是让乌克兰军队稍微缓一缓，把美国和北约提供的军事援助消化吸收，以利再战。美国和北约的企图，俄罗斯当然看得很清楚，所以呢，俄方拒绝美国的停火呼吁，那是必然的了。在乌克兰战争前一阶段，美国可是从来不提和谈这两个字的除了鼓励全世界对俄罗斯进行无差别无极限的制裁，就是向俄乌大战浇油拱火，组织一帮狐朋狗友用库存的旧军火对乌克兰进行军援。这么做的结果呢，是让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仗打得呲牙咧嘴，让乌克兰被打得更加的千疮百孔，让欧洲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而美国人却在大西洋的另一边乐得合不拢嘴。但是打着打着，美国人觉得不对劲呢。首先是战场态势对乌克兰越来越不利，俄军彻底解决马里乌波尔以后，挥师北上，将乌军在乌东地区合围。乌军是撤又不舍得，不撤也守不住。现在俄军将一些战役战术的要点轴一攻克，将乌军的后勤补给通道全部控制。乌军现在是想撤撤不走了。其次是俄罗斯怎么越打越有劲呢？他不怕乌克兰战争长期化呀。俄罗斯不仅顶住了西方的疯狂的制裁，反而在能源出口创收，卢布的汇率的反转，民众的更加团结，战场态势的掌控，这些方面是越来越主动。第三，美国发现乌克兰是个无底洞，既是美国资源消耗的无底洞，更是美国信用支出的无底洞。因为乌克兰北约的军火库倒腾空了，美国的几百亿美元要打水漂了。因为乌克兰，欧洲社会混乱，北约的盟友埋怨，各国对美国的戒心大增，去除美元结算，抛售美国国债，是这几个月国际金融市场的趋势。美国自己的通货膨胀依然是居高不下，煽阴风点鬼火的人显然也没有什么好果子吃。还是那句老话，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别想在谈判桌上得到。美国支持的乌克兰既然在战场上快垮了，在打与谈的问题上也一定无法占据主动。俄军充分认识到军事上的胜利是掌握政治主动的前提，因此呢，在顿巴斯战场上采取了一些新的举措。俄军开始大量的使用无人机来为炮兵指示目标，对乌军的藏身之处进行精确打击。根据最新战报，北部战线俄军控制了北顿涅茨克市，乌军已经都撤过了北顿涅茨克河，进入到了利西昌斯克市，但仍然在俄军的包围圈中。北顿涅茨克市基本上是和平交接俄军缴获了大量的北约援乌的崭新的武器，都没开箱的。在南部的哈尔松一线呢，乌军63旅反击失利，损失惨重，大概有300多名乌克兰的士兵阵亡，大量的装备被摧毁或缴获。第38旅的独立第18海军陆战营公开向媒体发视频求救，反对乌军总部的命令，希望不要再继续这种自杀式的反攻。我认为对乌军来说，下一个最危险的地方可能是哈尔科夫市，因为这个地方离俄罗斯很近。俄军对哈市围而不攻，恐怕是有吸引来源、拒而歼之的意图。因为这个点太重要了，俄罗斯不会不战，不会不管。好，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